欢迎来到星星频道，请点击订阅并关注，获取最新资讯。白鹿临江仙哭戏封神，花如月神性崩塌的每一帧都是演技教科书。当白鹿在临江仙中饰演的花如月被金针镇压于寒潭时，观众看到的不是程式化的眼泪，而是一场神性剥离的破碎美学，喉部肌肉不受控的抽动，指尖蜷缩到发白，连充血的皮肤纹理都在诉说天道碾压下的绝望。这场哭戏没有嘶吼，却让弹幕刷屏隔着屏幕都感觉窒息。于正口中仙侠版史密斯夫妇的极致虐恋，被白鹿用微表情撕开了一道血淋淋的情感切口。不同于传统仙侠剧美强惨女主靠眼药水硬挤泪水的表演，白鹿处理花如月的哭戏带着神堕凡尘的层次感。前一刻还是四灵仙尊睥睨众生的清冷眼神，下一秒发现神力消散时瞳孔骤缩，蓄在眼眶的泪水始终悬而不落。直到回忆与白酒丝的百年误会，才决堤这种含细小白花式的脆弱感与神奇威严的反差，恰是角色守护苍生反被苍生背叛的戏剧张力所在。有观众发现，他每次哭戏的肢体语言都暗藏玄机，环抱逝去孩子时手指痉挛，被活埋时干涸的泪痕混着沙土，连颤抖的睫毛都像在叩问天道不公。从周生如故30场哭戏封神，到临江仙颠覆性演绎弑夫正道，白鹿似乎掌握了虐恋赛道的终极密码，用生理性反应替代表情管理。当花如月跪在寒潭边，发现封印自己的竟是昔日爱人，他嘴角神经质的抽动，连网友都惊呼这哪是演戏，分明是真实创伤应激反应。更觉得是与曾舜晞的对手戏，两人三婚三离的纠缠中，白鹿每次落泪的节奏都不同，试探时欲语还休，决裂时泪中带笑，把爱比恨更难放下的仙侠命题嚼碎了喂给观众。如今内娱仙侠剧陷入五毛特效加工业糖精的怪圈，白鹿却用临江仙证明，真正的哭戏不需要暴雨梨花。当花如月最后红着眼眶轻笑说天道不容，我便逆天时，那滴悬了10分钟的泪终于砸下原来神仙的眼泪，真的能震碎山河。